鹰航母驶入南海后，美媒怂恿其强闯中国领海，下一个子时鹰号会就此诞生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大约在25号中午12时，英国海军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马六甲海峡出现，方向则是南海。也就是说，目前英国航母战斗群已经驶进了南海，而这是英国皇家海军数十年来首次将航母战斗群开到中国家门口。而在英国航母编队驶入南海挑衅中国后，美媒还怂恿其强闯中国领海，称是否敢进入中国12海里以内的海域是英国战舰的一大考验，这将会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证明英美特殊关系。毫无疑问，美国媒体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鼓动英国人送死。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国家拥有主权岛屿以及沿海地区和周围12海里的领海权，这是国家主权范围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根据国际惯例，他国战舰可进入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但绝对不得擅自驶入12海里领海，否则被视为一次军事侵略。若这次英国军舰真的敢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中国完全有理由对英国的航母编队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于美国媒体的怂恿，目前英国方面并未做出回应，直接无视了这一条建议。如果英国人真的敢违背这一惯例的话，那下一个子时鹰号恐怕就要诞生了。假如说英国人不打算听从美国人的建议的话，那中国也有法子，在和平年代，对于那些游弋于主权海域之外的外国战舰，虽然无法用舰炮和导弹去击落它，但合法的与其进行友好互动还是可以的。比方说，多艘中国战舰可以近距离参观英国的航母编队。要知道，这事可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例如，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一艘英国海军的23型护卫舰就闯入过南海，难得看到一艘英国的军舰。平时都面对美国海军军舰的中国海军舰船，当即就兴奋了，派出了16艘军舰在监视着它。而在2020年在南海活动的美国号准航母，因为这些型号的军舰是第一次来南海，所以吸引了8艘中国军舰前去观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的军舰虽然已经驶过了印太地区，进入了南海，但其想要在南海掀起波涛，想吓唬中国，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在中国人的眼中，伊丽莎白航母就是一艘大号的子时鹰号。做了亏心事是害怕美国出卖自己吗？中美两国高官会谈却引来澳大利亚坐立不安，国际评论开始内涵澳媒，信息量极大。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以来，美国以危害国际安全为由对中国不断干扰，其实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保证自己的全球地位，对其他国家行使霸权。作为美国的小弟，澳大利亚一向都是只要美国出牌就必跟，但是似乎还不知道，其实自己早已沦为了美国的棋子。如今看到美国非要派高官会见探访中国，就开始坐立不安了。据环球网援引澳大利亚相关媒体消息报道，近日澳大利亚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以美国官员访问中国，澳大利亚却在中间为题的文章。文章中极大程度地反映出该媒体在中美两国会谈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担忧，并猜测中美两国谈话是否会谈及澳大利亚。该媒体称，在此次会谈中，两国可能会谈及到中国目前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威胁。因为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华前夕，就有美国官员曾提出，此次会谈美国将会考虑到盟国的利益，去和中方进行协调。文章还称，在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对中国施压的时候，澳大利亚一直都是挺身而出，站在了前沿，所以美国应该为澳大利亚的利益所着想。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确实在对抗中国的道路上走在了前沿，对中国的贸易无端制裁，迫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大幅度下滑，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大国却没有什么影响，这完美地展现出了所谓的伤敌800自损1000这一说法。但是更可笑的是，他们还被美国疯狂地戏耍。在与中国展开贸易斗争后，美国很快地填补了澳大利亚退出中国市场的那一部分残缺位置，所以这也正是中美高官会谈引起澳大利亚坐立不安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澳大利亚和中国合作，那到头来就是任何好处都没捞到，还害惨了自己。但目前又不敢确认，所以澳大利亚只能拍美国马屁，说自己对美国多么忠诚。对此，也有国际观察人士做出了评论，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当前中美关系局势紧张，美国派出高官和中国谈判，必定是有很多事情协商，凭什么去提你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还是早点靠边站吧。也有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亏心事儿做多了，才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牵连。
总之，不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国家，如果和中国合作，我们肯定不会拒绝。但如果想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主权，那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和则共赢，斗则俱伤，希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不认识你是日不落还是美帝，在这里侵害中国利益就是豺狼虎豹，等待的必定是我们的猎枪。为何说拜登正在改变战术？美国是否意识到军事对抗已经行不通了？中情局长表态要用冷战思维对抗中国，为何国人却说这是把美国推向了地狱？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以来，美国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就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干扰。美国政府接受不了新时代的中国变得如此强大，他们习惯了老旧的思维。美国政客近几年来一直都是被美国最大的思想所挟持，因此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想尽办法来抵抗中国，以一种对抗的思维来渲染所谓的大国竞争。美中情局向来也是这些群体中的积极分子。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情局正在探索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一样的冷战思维来对抗中国，以提高美国在和中国竞争中的有效竞争力。伯恩斯称，美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国是美国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参与者，所以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必须借鉴美国在对抗苏联时期采用的冷战方式，提前探索并部署中国专家以及分析师，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对此，我国外交部也及时回应，在21世纪，随着各国实力不断的发展，难免会出现一些碰撞，但是美国近期以对抗、挑战等词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为其他国家做出一个大国的榜样，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更应该持有超级大国的风范，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积极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而不是想通过各种方式来对中国打压。美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却没有给出对手应有的尊敬。有军事观察人士分析认为，美国还想用老套路来对付中国，但是现在的中国可不像苏联，中国已经发展成了科技强国，美国想用对付苏联的老招数来遏制中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很愚昧了。美国政客自己都不明白中国已经变得很强大了，却还想着用老套路糊弄中国，这极为可笑。我们已经汲取了经验，所以还有可能中你的圈套吗？可以说，美国在新政府的带领下一直都在犯错，如果还不愿意撕下傲慢和霸权野心面罩的话，那必定会走向失败。美国政府以及政客就是在把美国推向了地狱，把一副好牌最后打得稀碎。美军运输机频繁降落台湾，原因不止干扰这么简单。为何说拜登在使阴招？运输机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一直都是怀恨在心。拜登认为，如果让中国的实力继续扩大，就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和在全球的地位，所以就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干扰。其中，干扰台海地区就是美国惯用的手段。中方一再警告，台海问题就是最基本的底线，而美军非但不听劝阻，还蹬鼻子上脸。4天内竟然2次降落运输机在台湾，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众多国人的愤怒。那么，美军3度降台运输机，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呢？其实原因并不简单。近日，据环球时报援引外国媒体相关消息报道，美军印太空司令部近日在北部边缘21空军演习中，成功展示了让运输机在没有经过外部因素干涉的情况下，如何精准打击距离远达1000公里的导弹目标。据报道，美军这次测试的核心点就是弹药托盘，而所谓的弹药托盘，就是把弹药捆绑在智能托盘上，然后采用空投的方式从运输机尾部送出，随后自动发射大量的导弹或炸弹，其威力相当惊人。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招弹药托盘果然太阴险了。若不是军事演习暴露了美军运输机的用途，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危险随时可能降临。这也就是说，不论是美军派出的 C-130运输机，还是 C-17运输机，或者是 C-5运输机，给我们带来的危险不仅仅只有干扰这么简单，而是这样的运输机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战斗轰炸机爆炸。所以说，虽然美军派出的是运输机降落台湾，但是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时刻防范，因为这样的运输机没有经过任何外部因素的改装，我们很难确定它是否具有攻击性。对此，我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戴旭大校也做出了点评。他认为，美国一再的无视我方的警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劝说美国没有什么可怕的。解放军应该借鉴一下俄罗斯军队的处理方式，他们更明白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美国能听得懂的。只要来了就开火，冒头就打。如果我们一再
下的忍让只会助长他们的这种嚣张气势，误判我们维护主权的决心，认为我们是不敢打，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才是对待美国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说，中国统一的局势已经不能再拖了，越拖可能越危险。我们应该尽早出击，把美军嚣张的气势打下去，否则美国干扰的行为可能就永不止步。只有稳、准、狠，我们才能赢得漂亮，让美军知道解放军是惹不起的。